甲午战争之后，在德、俄、法的强压下，让出快到嘴边的辽东半岛，又眼睁睁目睹青岛的巨大改变，妒火越烧越旺。以小敌大，收拾完俄罗斯之后，他们已经锁定好了下一个目标。这无数双眼睛的主人正是日本。当战争阴云开始笼罩欧洲上空，德国积极参与到巴尔干半岛卡位争夺中时，日本人觉得这是大政的天佑，千载难逢的机会到来了。1914年7月28日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。8月23日，日本正式对德国宣战。早在宣战之前10天，威廉二世就有放弃青岛，要中国支付建设资金，再去另租海港的打算。可他的心思也是匆匆而过，欧洲战场一时进展顺利，又让他收回了提议。另一方面，日本首相大威重信对袁世凯软硬兼施，恐吓中国不要对胶州湾轻举妄动的同时，又许诺帮助北洋政府对抗南方势力。青岛的德军经过紧急扩编，人数达到了4920人，如此的防卫力量不可小觑。日本拉来了对德国同样怀有戒心的盟友英国入国，日本陆军最终集结了5.2万兵力，另有英国地面部队1390人，形成对德国11:1的兵力。完成对青岛德军的陆上包围后，1914年9月29日，日英联军开始了第一次海上进攻。俾斯麦山炮台是驻守青岛湾前沿德军最有力的火力支援阵地，这里成为了日本和英国重点打击的目标。1914年10月31日，炮台遭到日军炮火重创，日英联军同时兵分4路发动总攻，重点争夺德军要塞的核心阵地步兵堡垒防线，战斗非常激烈。11月7日早上6点半，趁德军火力减弱、士兵疲惫不堪之机，日军在树林掩护下爬上了俾斯麦山炮台的斜坡，射程超过10公里的4门280毫米克虏伯榴弹炮，在如此近距离内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。在自行炸毁后，守卫俾斯麦山的德军不得不向日军投降。虽然在最初的最后通牒中，日本托辞正义写上了将胶州湾交还中国的字样，然而早就觉得自己已经跻身世界列强之林的日本，只用了一句承诺已经因为德国人拒绝而无效，赖在青岛，不准备离开。将近3个月的交战，北洋政府声称局外中立，德军大量拆毁华人区民宅来充作防御工事，杀害逃亡平民，侵吞财产。日军更是一上岸之后便开始烧杀抢掠，这仿佛是10年前日俄战争的重现。但1914年的中国已经不是1904年的中国，只是日本的自我感觉还停留在20年之前。袁世凯、曹汝霖在和日本人交涉中的步步退让，甚至令已经在东南亚落地生根的华侨都看不下去。中国不少社会精英也就此和日本决裂。可这个时候的北洋政府依然在继续使用日本政府的借款扩充军备，操纵国会选举。曹汝霖授意驻日公使签下的交集铁路密约，更是成了后来日本完全强占山东权益的把柄。1919年，在英美法操纵的巴黎和会上，中国作为一战战胜国，提出了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的合理要求，居然被欧洲列强无视，默许日本坐实在胶州湾乃至整个山东的非法所得。北洋政府没有做出任何有力还击，还准备在合约上签字。1915年以来，中国人在日本得寸进尺的威胁下，不断累积的民族存亡危机感，终于因为外交失败全面爆发。除了学生代表直接向美、英、法、意使馆声明中国民众拒绝合约条款，工厂商界也积极行动，持续不断向北洋政府施加强大压力。可就在中国人奋起反抗、交涉青岛问题的同时，日本政府除了在天津、上海、南京派出军舰，直接使用武力威胁民众，还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殖民布局和经济掠夺。在殖民当局的鼓励下，青岛的日本移民迅速从1914年的200余人
增长到1922年的24000人。为了应对人口激增，甚至还新设了数座日本学校，丝毫没有交还青岛之意。除了强行接管德国在青岛的官办工业，日本人还将四方和仓口作为指定工业地，通过低地租政策吸引日本企业，特别是纺织企业前来设厂。今天的红金坊1919，青岛人更熟悉它2007年之前国棉一厂的名字。在1919年创立时，它还是大日本纺绩株式会社青岛大康纱厂。当时的社长菊池公三看中这一带的原因非常清晰：四方河口的海滩地处交集铁路四方火车站附近，铺设专用铁路输入原料、输出成品，费用低廉，还可以为纱厂建立发电所，就近使用海水冷却。当然，更重要的还有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。日本人对于青岛全盘的工业布局巨细不拘，从规模最大的纺织厂到规模最小的修缮铁工，为的就是达成长期垄断。万一将来主权真的交回中国，也能凭借工商业、侨民和代理人的存在，继续控制青岛的经济命脉。1922年2月4日，在美国调停下，经过数十轮谈判，日本最终同意交还胶州湾，交集铁路由北洋政府赎买。中日两国签订了巴黎和会以来一直没有定论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。可早就想好 B 计划的日本要求交集铁路沿线矿山企业需由中日合办，日本在山东依然保留经济政治特权，这又为15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，青岛再次被占领埋下隐患。1945年9月17日，巴黎和会留给青岛的阴影，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被彻底扫除。在短暂的路过了美国人之后，这座历经命运沧桑的城市，终于彻彻底底回到了它原本的主人手中。今天的青岛，早已不是557年前刚刚建起3间神殿的小小渔村，远洋过客舶来的生活习惯，深深融入了这座城市的清晨日暮。但能够穿越岁月连绵不绝的，唯有每年农历正月初1、15和3月23妈祖庙里的祭拜和祈福。青岛湾湖线上始终不变的原点，永远是天后宫中妈祖遥望的碧海蓝天。